上次就分享咗移民去土耳其嘅優點同埋弱點，咁今次咧就會簡單介紹下土耳其呢個國家同埋五大宜居城市嘅。土耳其成個國家咧就總共有81個城市嘅，咁總人口咧就有8300萬。咁之前都提過啦，佢係橫跨歐洲同埋亞洲嘅，咁以一條橋咧就分開咗兩邊。咁佢鄰近嘅國家咧就有東邊嘅高加索三國同埋伊朗，東南邊呢就有敘利亞同埋伊拉克，而西北邊呢就有保加利亞同埋希臘。咁佢本身咧係一個半島嘅國家嘅，咁所以北邊呢就有黑海，而南部咧就有地中海同埋愛琴海嘅。城市之間呢，因應佢唔同嘅地理位置咧，都有唔同嘅氣候。但呢度嘅天氣咧就同香港唔同嘅，佢哋嘅夏天係旱季，而冬天咧就會成日落雨，所以就會潮濕啲。宗教方面呢，土耳其雖然有99.8%嘅人都係伊斯蘭教徒，但係咧佢哋係政教分離嘅，就唔同中東或者沙地阿拉伯咁以宗教去統治國家，所以呢度嘅穆斯林咧亦都相對世俗化，一般後生仔女咧都比較少包頭，對衣着亦都冇乜限制，而且佢哋都會食煙飲酒咁樣。而第一個介紹嘅城市咧，就梗係為人熟悉嘅伊斯坦堡啦。咁佢係土耳其最大嘅城市，人口密度亦都係最高同埋最多外國人居住嘅，係全球發展速度最快嘅城市之一。咁伊斯坦堡咧就分歐亞兩區啦，咁係世界上唯一橫跨兩大洲嘅城市嘅。舊城區同埋商業區咧都係位於歐洲區，所以樓價咧就會比亞洲區嗰邊貴嘅。咁伊斯坦堡咧就有兩個機場，其中一個機場咧係舊年新起嘅，聽聞係全世界最大嘅機場。咁每日咧其實都有航班去唔同嘅國家嘅。咁大部分嘅人咧都會選擇嚟伊斯坦堡住，因為咧發展嘅機會多好多。咁好多土耳其公司嘅總部咧都喺呢度，生活亦都多姿多彩。喺度亦都比較容易揾到中國超市或者其他嘅亞洲食品。咁但係同所有大城市一樣啦，交通都會比較繁忙，成日塞車。咁生活環境亦都冇咁好，物價亦都會比其他城市貴嘅。而安卡拉咧就係第二大城市，咁佢位於土耳其嘅中北部。咁好多人咧錯誤地咧以為伊斯坦堡係土耳其嘅首都，其實咧安卡拉先係嘅。所有嘅政府行政機關嘅總部咧都係喺呢一度，例如移民嘅申請咧都係喺安卡拉審批嘅，而所有國家嘅領事館咧都會喺呢一度揾到。另外咧，由於佢係一個內陸嘅城市咧，所以冇海冇湖嘅，咁亦都冇咩特別景點。咁所以個人認為安卡拉只係個大城市就冇乜特別，而呢度啲人咧亦都相對保守，喺度生活咧就比較枯燥啲。同埋冬天就會落雪啦，天氣就會比較凍嘅。第三大城市咧就係伊斯密亞，咁佢位於愛琴海嘅東邊啦，係第二大港口嘅。咁佢係一個沿海城市，所以天氣咧都比較暖，咁冬天就唔會落雪。雖然喺度居住嘅外國人就唔算多，咁但係咧呢度嘅人喺土耳其咁多個城市裏邊咧，思想係最開放嘅。喺呢度咧，你完全係唔需要擔心衣着嘅問題嘅。第四大城市咧就係布薩。咁佢位於土耳其嘅西北部，咁就係伊斯坦堡下邊嘅啫。咁佢係以前鄂圖曼時期嘅首都嚟嘅，咁就出名滑雪啦，同埋蘇丹陵墓。咁而呢度咧亦都有好多公園同埋花園，咁所以有綠色 Bursa 嘅美稱嘅。咁但係就冇海，而呢度咧有好多工業區，咁好多工廠咧都設置喺呢度，例如唔同嘅車廠咁樣。咁呢度咧比較多沙特阿拉伯嘅人聚居嘅，咁所以成個城市咧相對係保守啲，同埋亦都比較少娛樂。最後介紹嘅城市咧就係安塔利亞，咁佢位於土耳其嘅西南部啦，咁就出名旅遊業嘅。咁因為住喺市中心咧，都已經可以隨時去沙灘游水。咁超過80%嘅遊客咧都係為咗沙灘游水而嚟嘅，所以每一年嘅7月、8月咧都會有好多本地同埋外國嘅遊客，而大部分外國人咧都係嚟自德國同埋俄羅斯。咁呢度同伊斯密亞一樣，都係唔會落雪，但係佢特別之處咧就係喺20公里之外嘅一個山咧就有個滑雪場。咁喺冬天裏邊咧，其實同一日你可以見到有人游水同埋滑雪嘅。我而家咧就係住喺呢一個城市，咁揀佢嘅原因咧係因為呢度嘅生活環境都唔錯，咁夏天會熱啲嘅，最熱去到40幾度，咁但係冬天咧相對就唔算太凍，氣温上咧雖然可能係比香港低，但係感覺咧香港凍嘅日子咧係會比呢度凍嘅。而雖然佢咧就冇伊斯坦堡咁大啦，咁但係因為比較多遊客同埋外國人喺度住，咁所以咧佢都算係一個國際城市嘅，啲人思想咧相對都開放嘅，但係商機咧就真係冇其他大城市咁多。以上都係一啲個人對土耳其唔同城市嘅感覺啦，咁等大家對土耳其有一個基本嘅概念。
而呢度呢，亦有一啲數據資料去俾大家參考翻嘅。咁如果真係決定嚟土耳其住呢，除咗伊斯坦布之外呢，都可以考慮下其他城市。下次呢，會帶大家去睇下呢個市集同埋超市，咁等大家知道呢邊係有啲咩嘢食品賣啦，同埋物價係點樣樣嘅。咁大家記得 like 啦、subscribe 啦，同埋 share 俾你哋嘅朋友。咁亦都可以隨時留言或者 email 俾我。下集見，拜拜。